孩每杀一个人，都会在现场留下女主的名字，因此没多久，整个修真界就传遍了。女主是一个杀人如麻的魔修，而苏然则是一个软弱善良的医修，借此他积攒了许多声望和儒道之气。所以当师兄诬陷苏然引来妖兽打碎小师妹丹田，要将他金丹抛出来赔给小师妹时，苏然疼得面容扭曲，用尽浑身力气怒吼道：“粉身碎骨魂不怕，要把手机格式化。”话落瞬间，他身上爆发一股独属于儒道的浩然正气，那至纯至正的浩然正气形成一道文气卷轴，将苏然牢牢护在其中。现场众人顿时哗然，这是儒道的浩然正气？怎么可能？难道他真是被冤枉的？可玉清道尊见此却冷声质问：“孽徒，你身为我剑锋弟子，不入剑道转而去修那些歪门邪道？”苏然无暇理会他，只是望着那水墨卷轴，心头涌起希望。既然诗句有用，自己岂非还有一线生机？回想起那些年的语文课，他可是上得非常认真。念及此，苏然拔出腰间长剑，暴喝道：“10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今日把弑君，谁有不平事？”刹那间，天光骤暗，空中那道身影立于天地间，勾勒出一名绝世剑客的影子。随着他一剑挥出，无边剑气划破虚空，朝下而去。首当其冲的就是刚刚追他而来的师兄蒋文旭。的一声，蒋文旭即刻被击落坠地，他的表情无比惊愕。苏完乃是杂灵根，资质极差又无悟性，金丹初期的修为全靠丹药堆砌，怎么会突然爆发出连他都抵御不了的杀招？而且还是剑道与儒道的结合。五师妹，温树急切地吼道：“别再执迷不悟了，等你受过之后，师兄会为你求情的。”聒噪！苏然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同时口中咏诵：“为逼人来不自由，龙香凤柱是难收，满堂花醉3000克，一剑霜寒14周。”眼见那道惊天剑气就要孕育完成，一道不疾不徐的声音响起：“够了！”莫大威压驱散水墨世界，天地再次恢复清明。小五，你还不知错？巨大的威压将苏然死压在地上，可他却只是大笑了2声：“错，我只是输了，何错之有？”玉清道尊自然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手中动作再无顾忌，挥动袖袍间将苏然击飞出去。他知道事到如今退路已断，既然他不好过，那叶婉婉也别想好。匹夫一怒尚且血溅无耻，更何况他还是一介修士。披头散发下，苏然的眼神愈发阴狠，一丝阴寒的气息在他意念下潜入金丹。接着在他的注视中，自己体内的金丹被玉清道尊招出，晃晃悠悠的飞进侧殿，那是叶婉婉所在的房间。苏然抬着沉重的眼皮，想将在场所有人的脸都记住，但身体却到达极限，视线模糊不清，最后只记住了他们身上的白色宗门服。所以以后出门在外看见穿这个衣服的人都得死。太好了，小师妹有救了。温树欲言又止，师尊既然此间事了，那五师妹该如何处置？玉清道尊声音淡漠：“治好她的伤，待她醒来后将她发落药田，做个普通的外门弟子吧。”而距离此处千万里外的一处城池，无数儒修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朝西望去，那是儒道的无上法门，执笔绘天地。不知是哪位道友做出了这等惊世之作，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此人才华恐怖如斯啊！如此悲愤的情绪，如此锐利的杀意，莫非蒙受了天大冤屈，无处申辩？2月后，乾元宗的药园内，苏然仔细端详着眼前的这棵树，对旁人的言语恍若未闻。一共24道树纹，这棵养魂木已有240年的年份，暂且够用了。苏师姐，一个满脸麻子的青年惨笑着小跑过来，手里还捧着2个锦囊，这是本月的辟谷丹和灵石。您过目。苏然接过锦囊，在手心掂了掂，随即侧目瞥了他一眼。距离他被挖丹已过2月，醒来时便身处外门弟子的院落。虽说外伤已然痊愈，但内伤却依旧隐隐作痛。由于他曾是玉清道尊的亲传弟子，管事李放不敢怠慢于他，从未让他下地干活，唯恐他来日重登高位。然而2月过去，剑锋却无人前来探望。这个月的丹药与灵石相比上个月不止少了30%，不难想象日后的待遇会更雪上加霜。念及此，苏然嘿嘿一笑：“小李，学会阳奉阴违了。”李放见他笑里藏刀，心间顿时一颤。毕竟苏婉这些年在宗门内恶名远扬，哪怕是他这样的外门小管事也如雷贯耳。但如今对方修为尽失，又不见有人来找他，李放顿时稳住心神，笑道：“苏师姐，一直都是这个数。上个月您刚来给的多些，往后若再不干活的话。”苏然上下打量他一眼：“小李，你什么修为？”李放挺起胸膛：“炼气7层，炼气7修士灵力低微，仍是肉体凡胎，只会低阶法术，且无法长期施展，一步一个脚印的修行实在太慢了。幸好来了个天使投资人。”这一刻，苏然露出真心实意的微笑：“今夜子时来后山找我。”闻言，李放眼前一亮，他大着胆子看向苏然的脸，浑身开始燥热起来。虽然他只是个外门小管事，但这个流程他熟得很。以往有很多不想干活的女修都与他有过露水情缘，一想到今晚能和曾经的天之娇女如此这般，李放便忍不住绽放笑颜。他兴高采烈的点点头，又从怀里掏出一个锦囊递给他：“师妹，往后有事都可以找我。”苏然接过锦囊，指了指身侧的树：“那帮我把这棵树砍了吧。”夜色来临，李放心潮澎湃，特意沐浴更衣，子时一到便兴冲冲地赶往后山。可到了地方后，却迟迟不见人影。就在他等得不耐烦时，身后的丛林突然晃动了几下，李放心中一喜，不假思索地扑了进去。噗的一声，坑底的利刃刺穿身躯，他甚至来不及惨叫，抬头便对上一双深邃的眸子，那双眼睛含着笑意，与惊慌失措的他四目相对。几日后，苏然哼着轻快的小曲行走在药田间，看见对自己有用的药材，便随手丢入内戒。原主不缺钱，内戒中的财产不少，无论是灵石丹药还是符箓，对于现阶段的他都很齐全，唯独法器寥寥无几，唯一拿得出手的便是本命碧落剑了。不过苏然对剑并不感兴趣，剑修不仅要求资质、灵根、悟性等基础条件，还要持之以恒的刻苦，速度实在太慢了。虽说修炼意图欲速则不达，但能走捷径谁不乐意呢？他已在炼制自己的本命法器，那根养魂木便是其中材料之一。如今他伤势未愈，仍需大量丹药调养，这也是他暂留乾元宗的原因。其他弟子见他挥霍药材，只能低头装作没看见。然而就在此时，一道震怒的声音从头顶响起：“苏婉，不问自取便是偷，你敢行盗窃之事？”苏然下意识抬头，来人正是大师兄蒋文旭和女主叶婉婉。叶婉婉蹙着眉，看着苏然的目光中心疼又带着几分不赞同：“五师姐，你缺什么可与大家说？身为同门，我们自会相助的。可你怎能擅自取用宗门药材？”苏然轻嗤一声：“你还拿我金丹了呢？”叶婉婉闻言满眼疑惑：“什么？
什么？蒋文旭顿时护在叶婉婉身前，你胡言乱语些什么？我与小师妹好心来看你，你莫要攀扯其他事。说罢，他暗中向苏然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莫要将此事告知叶婉婉。苏然面露讥讽，叶婉婉身为团宠，无论她需要什么，自有人争先恐后的奉上。至于如何得来的，她一概不知，只需做那被众人捧在手心中的娇花便好。然而她自己丹田破碎，醒来后不仅丹田修复，修为更是直逼金丹期。若说叶婉婉对此一无所知，未免太可笑了些。这是什么秘密吗？满宗门的人都知道我的金丹。话音未落，蒋文旭已是一掌拍来。苏然见此，眼神一凝，迅速躲过后反手朝他脖颈劈去。然而实力差距过大，他被蒋文旭身上的灵力震开，狼狈的跌倒在地。蒋文旭略微诧异，苏然金丹被挖根基受损严重，怎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重聚灵气，成为炼气期修士了？还不等他细想，叶婉婉便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大师兄住手！他挡在苏然身前，义正言辞道：即便武师姐有错，你也不该动手。蒋文旭缓和了语气，小师妹，此事是我不对，我刚刚太着急了，无妨，武师姐定能理解大师兄的苦心，毕竟大师兄可是武师姐的未婚夫，只要好好道歉，他定不会怪罪的。听闻此言，蒋文旭眼里迸发出厌烦，我与他的婚约不过是长辈戏言，这岂能作数？我心属何人，你难道不知？叶婉婉眼里已有愠怒，她心知大师兄待自己不同，可当着武师姐的面如此直言，不仅打了武师姐的脸，更是对她的不尊重。若是传出去，她岂不成了破坏他人感情的恶人？叶婉婉压低声音警告：大师兄慎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岂能儿戏？蒋文旭眉头紧皱，可是小师妹，好了，大师兄，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好好照顾武师姐，引她重归正途。苏然面色铁青，这对狗男女竟当着他的面调情。他正欲发作时，另一行人御剑而来。李放失踪数日，魂灯已灭，执法队奉令搜查。原本一个外门管事失踪不是什么大事，但李放在乾元宗多年积攒了不少人脉，找他办事的人迟迟等不到消息，这才惊动了执法殿。蒋文旭虽是道尊亲传弟子，但也得给执法队几分薄面。他对着执法队微微颔首，随后便拉着叶婉婉的手准备离开。慢着！苏然忽然对着执法队的人开口：我要举报蒋文旭恶意重伤同门。蒋文旭猛地回头：你说什么？苏然面不改色。蒋文旭身为乾元宗大师兄，却对同门师妹恶意出手，按照宗规应当处20鞭，并给予我赔偿。执法队的人面面相觑，乾元宗谁不知道蒋文旭与苏婉乃是未婚夫妻？上次挖丹一事，宗门内无人不晓，也知苏婉对蒋文旭动过手。难道苏婉终于看清蒋文旭心中无他，所以才会这般？执法队大队长卜川饶有兴致地看向他：蒋师兄，可有此事？蒋文旭面色难看，不过是师兄妹间的小打小闹。你放屁！苏然高声打断：你金丹后期对我出手，还敢说是小打小闹？卜川点点头：蒋师兄，苏师妹如今与凡人无异，虽有金丹期的体魄，但也扛不住你一击。叶婉婉面带难色：武师姐所言属实，可你刚刚分明躲开了，不若就让大师兄给你些赔偿，责罚免了可好？我躲开都躺地上了，不躲开现在怕是连命都没了。叶婉婉面上满是诧异之色，往日大师兄如何待苏然，她都甘心领受，怎么今日跟换了个人似的，居然真舍得大师兄去受罚？蒋文旭阴沉地盯着苏然，目光忽然落在他空空如也的腰间。你的剑呢？你管我呢？苏然指着他毫不退让。别岔开话题。卜川又询问了在场众人，确认蒋文旭对苏然出手的事实后，便就地找了一名医修为苏然诊治。苏然本就内伤严重，方才也的确被灵力震伤，虽然伤得不重，但苏然却露出一副命不久矣的模样，摆明了不解决就躺地上不起来。卜川难得见到剑锋大师兄吃瘪，他想了想开口：既然案件明了，蒋师兄还是去执法殿领罚吧。蒋文旭一向重规矩，身为大师兄他不能知法犯法，只能捏着鼻子认了。接着卜川又问苏然：苏师姐，你想要什么赔偿？苏然如数家珍：虚空石天冰蚕丝回阳草，再加10万上品灵石，各类温养丹药100瓶。蒋文旭听得额头青筋直跳。够了！叶婉婉正义凛然地指责道：武师姐，你怎么能狮子大开口呢？闻言，苏然直接躺下，一脸虚弱地在地上哀嚎。卜川侧过头，一本正经地开口：蒋师兄，你怎么看？蒋文旭从内戒中取出几个锦囊，灵石丹药符箓都有，但没有那么多，我也不会再拿出更多。苏然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接着将几个锦囊打开查看，随后懒洋洋地往住处走去。午夜时分，苏然盘膝而坐，掌心冒出一股无形无色的灵力，正缓缓注入面前凌空悬浮的一件器物中。黑气缭绕间，隐约能窥见那器物的轮廓。养魂木为骨架，天冰蚕丝为翻面，丝丝阴冷之气溢散开来。帆中传来一道若有似无的哀嚎声，又过几息，哀嚎声停止，黑气缓缓凝实稳固，那器物终于露出真容。人皇幡。苏然嘿嘿一笑，炼制了半个月，终于成功了。接着他又仔细端详起人皇幡，对其平凡的样貌颇为不满，是不是因为还没被鲜血浸透，或者里面的魂魄太少了？思来想去，苏然将身上的浩然正气引入其中，看着手中金光闪闪的人皇幡，他终于满意一笑。可紧接着他又神色一变，晃了晃人皇幡，开口道：你刚刚狗叫什么？幡中传来李放虚弱惊恐的声音：主人，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疼了。闭嘴！从今天开始你叫恶来，修真界准备迎接你们的大善人吧。第二天一早，树务殿内，苏然将代表乾元宗弟子身份的令牌丢到桌上。退宗！树务长老瞪大眼睛，看了看令牌，又看了看苏然，不可置信地问道：你确定？赶紧！树务长老犹豫道：要不要通知一下你师尊？没有师尊，我是普通外门弟子。树务长老面色讪讪，他怎么可能不认识苏婉？又怎会不知道他是玉清道尊的弟子？只是因为前些天那件事，对方此时的确是普通外门弟子，按理说不用通知玉清道尊了，但为保险起见，树务长老还是悄悄给玉清道尊传了音。对方沉默片刻才回道：准，让他在外吃点苦头才知宗门的好。树务长老见此销毁了苏然的身份信息，并将他的魂灯处理妥当。带走这些东西后，你就再也不是我乾元宗的弟子。苏然拿过东西转身就走。他在乾元宗畏首畏尾，宗内修为比他高的人太多了，导致他做很多事都不方便，还得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如今一走
便是乾隆入渊，金丹被挖的痛苦他记得非常清晰。待他来日回头，便是覆灭乾元宗之时。树务长老看着他利落的背影，缓缓叹息：年轻人就是没耐心，好歹等我老人家把话说完呢。接着苏然又去了宗内的典当行，将身上用不上的东西都当了。做好一切后，苏然在众人的目光下，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宗门。此事很快传得沸沸扬扬，一时间成为众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却不知当夜，一道鬼祟的身影摸进了宗门。清晨，卜川刚踏出门槛，便被一群人堵在了门口。川师兄，不知是哪个天杀的畜生，一夜间将药田薅得干干净净，连根都没留下。我早上想去收集琼露，结果灵泉竟然一夜之间干涸见底了。现场哀嚎声、哭骂声此起彼伏。卜川揉了揉太阳穴，心中涌起一股无力感。而此时苏然正翘着二郎腿，手中握着一瓶温养灵脉的回春丹，修补着受损的根基。恶来，我们到哪了？恶来看了看地图，主人，我们现在位于青州与海州的交界处，这里属于无人管辖的缓冲区。按照现在的速度，再走半个月才能抵达海州边界。苏然喝着用咩咩兽血酿制的灵酒，忽然福至心灵，境界又突破了一层。只是他原本已是炼气期圆满，如今突破后却并未踏入筑基期。苏然隐约感觉到，似乎还有一层境界才能真正圆满筑基。他随口问道：“恶来，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境界？”恶来苦笑：“主人，我生前不过炼气7层，哪能知道这些？”苏然嫌弃地啧了一声：“要是现在有个能打得过的修士路过就好了，我就能把他招进我们这个大家庭，顺便去他家族逛一圈，人多能提供的信息自然就多了。”恶来突然感到一股寒意，这到底是什么人啊？竟能把灭人满门说得如此轻描淡写。他们乾元宗不是名门正派吗？玉清道尊更是清明在外，怎么会教出这种把杀人说得跟吃饭一样平常的弟子？若苏然有读心术，定会对他的话嗤之以鼻。修真界本就弱肉强食，毕竟若来日我身登昆仑顶，自有大儒为我辨真经。对了，苏然忽然恶趣味地问道：“恶来，你还有家人吗？”恶来低声回答：“有。”那我看你挺寂寞的，不如送他们来与你团聚如何？恶来嘴唇颤抖，声音中满是痛苦：“主人，他们没有修为。”苏然无趣地撇撇嘴：“那算了，你有没有讨厌的人？”恶来瑟瑟发抖的魂体顿时凝实了不少。有主人，我马上给您带路。苏然日夜兼程，7日后终于抵达兰纳城。兰纳城处在青州边境，偏僻荒凉，人烟稀少。进城的一路上几乎没遇到几个修士，完全是一副凡人城市的模样。但今日城主府却迎来了一位年轻的修士，这可是多年未有的喜事。兰纳城主迈着小碎步赶往前厅见礼，不知是哪家山门的修士当面。苏然微笑拱手：“乾元宗叶婉婉。”他气度不凡，身上却无半分傲慢，且还礼数周到。兰纳城主心中顿生好感。可是青州的乾元宗，苏然颔首应是。兰纳城主连忙邀请：“有失远迎，还望小友不要见怪。正值午膳，不如移步后厅用饭。”饭桌上，城主夫人貌美温柔，一双儿女乖巧懂礼，像模像样的向苏然作揖。一顿酒足饭饱后，兰纳城主问道：“小友上门造访，可有要事？”苏然声音温润：“兰纳城主可认识李放？我听说他与你是兄弟。”兰纳城主面色复杂：“以前的确是兄弟，那就好办了。”苏然笑了笑：“李放很是牵挂你，他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不知兰纳城主可愿与他团聚？”话音刚落，苏然便召唤出人皇幡，分明是冒着祥瑞金光的幡子，可上头却有一张狰狞的鬼脸。兰纳城主豁然起身，死死瞪着恶来那张鬼脸。恶来扫视他一眼，狞笑道：“兰纳，13年未见，你竟还是炼气8层，真是毫无长进啊！李放，你想怎样？”恶来放声狂笑，风声混杂着鬼嚎，周围不知不觉间暗了下来。13年前，你身为我结拜兄弟，却夺走我妻子，将我赶出兰纳城，可曾想过有今日？漫天红光将黑夜映照得亮如白昼。然而诡异的是，天地间竟无一丝声响，超乎寻常的寂静让一切显得格外诡异。待一切尘埃落定后，城主府上只剩下一片焦黑的废墟，地上还残留着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夜晚晚。天边微微泛亮时，废墟中一块石板被悄然掀开，一个5、6岁的男童从井中爬出，那张稚嫩的小脸上泪水与灰烬混杂成一团。他死死盯着地上那行字：爹娘，你们死得好惨啊！夜晚晚，等我兰奈天长大，定要亲手斩你头颅。兰奈天痛哭过后，强忍悲痛站起身来，他仔细检查了身上的包袱，确认家族传承完好无损，便准备动身投奔外祖家。然而就在他转身之际，一声突兀的轻笑打破了沉寂。只见院中那棵烧得光秃秃的老树上，正斜倚着一名白衣少女，她笑得肆意张扬，眼中满是戏谑。放心，我的长剑不斩老弱妇孺。兰奈天见此，心中稍松一口气，短暂的喘息让他再度燃起仇恨之火。他指着对方高声喊道：“你敢不敢等我长大，与我一决生死？”苏然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当然可以，今日我便放你一马，待下次相见，我必取你性命。”话音落下，苏然身形一闪，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天际。确认对方离去后，兰奈天这才浑身冷汗地瘫坐在地。他握紧手中的包袱，低声喃喃：“外祖家在东南，去东南。”然而就在他转身之际，一张倒挂的人脸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要报仇的小天，我们又见面了。兰奈天吓得跌坐在地，心中的恐惧攀升至顶点。你说过你的长剑不斩老弱妇孺。苏然轻笑一声：“可我没有长剑，只有一把短剑。”人皇幡中，兰纳一家的魂魄哭嚎不止。苏然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恶来，你当了10多年管事了，连这点人都管不住。”恶来发出一声贱兮兮的笑：“主人，他们一家团聚难免激动嘛。不过既然咱们已经嫁祸给了叶婉婉，为何不等这小鬼长大让他去报仇呢？”苏然嗤之以鼻：“我要报复叶婉婉，还需等他长大，报仇自然要亲手了结才痛快。若有人敢抢我仇人的脑袋，那他便也是我的仇人。更何况谎言终究是谎言，为避免变数，我不能留下任何隐患。仿若当初乾元宗斩草除根，便不会有今日的我。正因他们心慈手软，才留下我这个大患。来日我定要将乾元宗上下炼化殆尽。”天亮后，百姓们围在城主府外，地上的那行大字迅速传遍全城。传言中那夜晚晚白衣黑剑宛若恶魔。这场灭门惨案让城中百姓纷纷搬离。半月后的一处山洞中，苏然盘腿而坐，修炼着从城主府夺来的功法万物生。这是一本医经，也是医修的专属功法，品阶不详，但上面的功法详解很惊人，以木犀灵力为根基，融合万物生机。所谓春风吹又生，只要留有一枚种子，一场春雨又会涅槃重生，乃不死不灭的无上法门。且修炼门槛极低，只需拥有木灵根。至于心性纯善，心怀人
贤德等附加条件被他自动忽略。苏然这具新身躯乃是杂灵根，是修真界资质最差那一批，炼至深夜才在手心中凝聚出一枚生命之种。然而就在此时，外面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苏然警惕地抬头，袖中浮现暗光，山洞外出现2个不速之客，一男一女互相搀扶着，衣上被血色浸透，显然是逃亡至此。那2人与苏然对视，眼中互相露出戒备之色。可女修状态欠佳，男修又见洞中之人气息清明，想必不是大恶之辈，便礼貌询问道友可借山洞一用，可有追兵？没有。苏然扫视2人一眼，女修命悬一线，毫无作战能力。男修虽是筑基后期，但同样身受重伤，2人加一起都不敌他。且若是这2人恰好死在这里，岂不又为他的修炼之路增砖添瓦？恶来这时传音道：主人，要不然我们不可。虽说这2人穷途末路，但能逃亡至此定有后手，出门在外要谨慎行事。苏然冷淡地对那人开口：山洞本就不属我所有，道友请自便。男修微微松了口气，扶着女修在山洞另外一侧坐下。洞内又燃起一堆火，男修拿出丹药为女修服下，可女修状态欠佳，脸色惨白，很快失去意识，连丹药都无法自主吞咽。阿林，男修悲痛欲绝，如珍似宝地拥着她，不要睡，熬过今晚，明日我们就能赶回书院了，老师一定能救你的，再撑一下。书院。苏然吃着熊肉，心里思索，此处距离海州城不远，海州城沿海而生，是8大洲中文化最为繁荣之地，也是儒修的聚集地。眼前这2人应当是海州儒修，若是能搭上，他进入海州也会多些便利。但苏然不能主动出手相救，毕竟野外相遇，太过主动会引人警惕。念及此，苏然手指微动，吞噬了黑熊血肉的生命之种悄无声息地回到手中，初端有细芽萌生，丝丝生命之力自手心溢出。男修豁然回首，道友，你是一休，可否救救我师妹？苏然点点头，翠绿灵力化作一朵绿云，云层中凝聚出水雾，不多时落下细雨。女修苍白的脸色缓缓恢复，虽然依旧昏迷不醒，但气息已经逐渐趋于平稳。男修将其安顿好后，朝苏然拱手，在下谢自清，多谢道友出手相救。苏然初学这部功法，仅会春风化雨一个小术法，施展时也是磕磕绊绊。对于谢自清的感谢，苏然露出一个温润的浅笑。医者仁心，治病救人乃是我的本分，只是我修为浅薄。谢道友明日入城后，再去寻高阶医修为你师妹复诊一遍，方才保险。谢自清更为感激，我与阿玲现今身无分文，请问道友何门何派？来日我也好谢厚礼登门道谢。闻言，苏然露出一个怅然的苦笑。谢自清见他如此，便好奇询问道友何故叹息？我名苏然。苏然眉间都是愁苦之色，似是不想提及过往，最后只叹道：无门无派。谢自清见他对过往闭口不言，想来也是身世坎坷。萍水相逢，谢自清不好贸然开口，但见苏然在荒郊野外能对2个陌生人伸以援手，可见其心性良善。于是他主动邀请道：此地离海州城不远，苏道友若是前往海州城，可与我等一起。我与师妹何灵都是无极书院的学生，我观苏道友气息清明，若无门派，我可引荐你拜入书院。目的达成，苏然心中欣喜，但他面上却露出纠结的神色，这是否太麻烦你们了？谢自清赶紧开口：道友何必见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你救了我师妹的性命。再说此事于我而言只是举手之劳，何来麻烦一说？苏然迟疑着点点头，那就叨扰你们了。说着他脸上露出一点微红，生怕对别人造成困扰。谢自清见他如此，赶紧拍着胸脯一顿保证，接着又与他说了些海州城的事。一来一回，2人也算相熟。苏然见谢自清余光瞥了眼熊肉，便热情邀请他一起食用。谢自清也是性情爽朗之人，加之一路逃亡，饥肠辘辘，便却之不恭的受用了。不一会，2人就称兄道妹起来。苏然也趁机问出他们为何落难至此。谢自清道：青州出了一名才子，海州各大学院都出动了，我也跟随老师而去，想瞻仰一下那位才子的风姿，但老师心切，怕被人抢了先，就先行一步。结果我与阿玲在路过万英岭时遇贼人偷袭，重伤逃亡至此。苏然挑眉：你对那位才子很敬仰吗？谢自清立刻开口：当然了，那可是执笔会天地，儒道绝技啊！此人乃是海州公认的儒道当代第1人。他兴致勃勃地说着，将那位青州才子夸得天上地下绝无仅有。天亮后，3人便前往儒道圣地海州城。海州城沿海而生，背靠苍茫群山，文化繁荣之地，汇聚各色各样的修士。苏然看见各类化形后的妖修，或头顶兽耳，或身后藏尾，看得他很是新奇。又复行数百里后，谢自清开口道：这海州城除了周宗瀚海书院外，就是我们无极书院最为昌盛了。穿过这片湖，其中那个岛就是我们无极书院了。苏然顺着谢自清的目光看去，说是岛，实则岛面遥望无际；说是另一片大陆，也使得苏然不禁惊叹，不愧是最为繁华的海州城，连一个书院都这么财大气粗。湖边有无形结界，谢自清挥手间，一道笔墨之气散开，那道结界便缓缓打开。接着谢自清便带上苏然朝着湖中岛飞去，还未落地，便远远听到有人高喊：是谢学长回来了！一群身着蓝白长衫的儒修们一拥而上。何学长，这是怎么了？是谁胆敢伤我无极学院的人？谢学长快将原委道来，我等定叫那人死无葬身之地。苏然眼角抽动，谁说读书人脾气好的？一个个摩拳擦掌，身上肌肉比乾元宗的剑修们还要强健。谢自清苦笑：各位同学稍安勿躁，待我先将阿玲送去医治。医修帮忙诊治过后，谢自清为众人介绍起苏然。一听苏然路上救助了谢自清与何灵，众人对苏然礼遇有加，苏然也微笑着回礼：方才见你等行色匆匆，可是有事发生？王琦立刻告状，还不是那瀚海书院欺人太甚。前段时间青州方向惊现浩然正气，各大学院都纷纷出动。不久前瀚海书院扬言那儒道新秀已拜入他们门庭，暗讽我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恰好老师们都往青州寻人去了，如谢学长你这般才华横溢的学长们又外出历练不见回，瀚海书院那江凌风便趁机在凌渊阁开设诗会，意图羞辱我等。可我等哪能无视，便组团准备往凌渊阁而去。就算技不如人，至少气势不能输，不能让人叫我们缩头乌龟王八蛋。苏然眸色一闪，自己何时入了瀚海书院的门庭？他本人怎么一概不知？莫非有人冒充？
真是胆量不小。他眼里浮现着戏谑之色。谢兄，我觉得这位道友所言有理，不若我等前去那凌渊阁瞧瞧。谢自清拂袖，欺我无极书院无人否？各位随我前去讨个公道。话罢，一行人气势汹汹地前往凌渊阁而去。凌渊阁矗立于悬崖之上，阁楼飞檐翘角，古朴中透着雅致，文人雅士齐聚一堂，檀木案几上摆放着文房四宝。江兄，我敬你一杯。江凌风被众人簇拥其中，神色悠然地举了举杯。席间笑声此起彼伏，有人谄媚道：“听闻那位儒道新秀已经入了瀚海书院，不知今日是否有幸一见？”江凌风哼笑一声：“咱们这位才子，那可是我们瀚海书院的香饽饽，岂是想见就能见的？”话落，众人皆是一脸失望。儒道兴起已是上一辈的事了，当时儒道不昌，儒修地位低下，处处受人白眼，而文学这玩意需要苦难，只有极度的苦难之下才能衍生出经世之文，所以老一辈在困境中人才辈出，儒道迎来了空前的盛世。可儒道昌盛后，享福的后辈们后继无力，儒道新一代已经很久没出现过能领悟出执笔绘天地这门绝技的才子了。若不是有那位才子之名为引，就算瀚海书院是海州的州院，在这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也吸引不了那么多书院学子前来的。江凌风扬起酒杯，不过大家都是为那位才子慕名而来，想来那位才子也不会置若罔闻，兴许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呢。画大饼虽然老套，但管用啊！众学子一听离去之心悄然逝去，皆是默默坐定。就在此时，门外响起一声轻笑。既然那位才子明知各位为他而来，又何故避而不见？江凌风嘴角含笑，原来是谢兄，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谢自清冷哼一声，那位才子呢？请出来一见。放肆！江凌风面色一冷，谢自清，你可知那位才子是当代第一人？你敢对其如此讲话？修真界以修为论辈分，儒道自然以文气论长幼，谁能做出好文章，谁就是前辈。众人目光微妙起来，都意味不明地盯着谢自清等人。谢自清面色凝重，他方才只顾着跟江凌风呛声了，态度上有所欠缺。寂静中肃然轻笑一声，东道主何故生气？不是你等凭借那位才子之名，才引来在座众位青年才俊吗？既然大家来都来了，岂有不见之理？众人顿悟，对啊，明明是江凌风先放出消息，他们才会来的，现在要求见那位才子，不是理所应当之事吗？江凌风面色不善，见苏然没穿无极书院的学子长衫，眼里浮现一抹轻蔑之色。你是何人何派？苏然拱手，在下苏然，无门无派。江凌风冷笑，你一介散修混进诗会便罢了，怎还敢与我呛声？来人，将其打出去！无极书院等人豁然起身。苏然道友是我无极书院的贵客，也是我将人带来的，这有何不可？其他人也附和道，来者皆是客，贸然赶人不是君子之风，就算他不是学子，也可在侧旁听啊。江凌风见众口不一，便退一步道，既然是诗会来者都要会作诗，若是这位道友能写出一首诗，哪怕只是一首打油诗，我都容他继续参加诗会。谢自清顿时皱眉，掐法诀就要出手，但却被苏然扯住袖子，他面上笑容和煦，不紧不慢地走到殿中央，随意行至离他最近的桌子。在场众人微微颔首，此人只是一介散修，能当着这么多学子的面上台，已是勇气可嘉了。苏然心头思索一番，在一众诗句中挑出一首应景的《望海》，纸上笔墨晕染，随着苏然动作，其上文字显露人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江凌风嘴角笑容一僵，这好像不是个文盲，有点东西呢。水河淡淡，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随着笔墨落下，越来越多人起身，不约而同地朝前望去，面上无一不带着震撼之色。苏然持笔而立，身上仿佛散发光芒，他垂眸填下最后一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天海相接之地，一道金光照射而下，充斥着浩瀚文气。其中那人面色无波无澜，犹如诗仙在世。天地异象降临，全城轰动。万里之外，一老者声音颤抖，伸长脖子望着海州的方向。没想到老夫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千古绝唱的诞生，此人是谁？说着，老者面色纠结。没想到我海州也有儒道天骄现世，但现在还未找到那位青州才子，要回去吗？不仅是他，身处青州四处搜寻的海州大能们也齐齐望着海州方向失了神。有人留在青州继续寻找，有人不顾一切赶回海州。而此时的凌渊阁内，一黑衣青年侧目望来，妙啊！这首诗堪称当世诗歌中的巅峰之作。在一片叫好声中，苏然搁下笔，向众人拱手致谢，随后浑不在意地挥了挥衣袖，即兴之作，让大家见笑了。话落，他望向江凌风，语气中充满敬仰。想来身为东道主的江道友，才华定胜过我100倍有余。在众人戏谑的目光下，江凌风袖中拳头紧握，脸都气得抽动了几下。他是有提前准备诗句，但哪有这首能引来天地异象的诗歌来得好？好个藏州的黄毛丫头，竟令他如此难堪！王琦立刻高声附和：江凌风，你把你的诗写出来给大家看看，想来也定是绝世佳作，肯定比这所谓的打油诗强。江凌风咬牙冲后面那跟班吼道：那小子怎么还不来？再不来他就下不来台了。跟班刘硕满脸苦笑，已经派人去请了。江凌风冷声道：人就在楼上，还要3请4请，拿桥拿的还不够，他再不来就不用来了。接着江凌风转身压下怒气，那名才子就在路上，各位稍安勿躁。此话一出，众人注意力再次被转移，也不继续看江凌风笑话，而是翘首以盼，静待才子到来。片刻后，门口响起脚步声，来人长身玉立，身着瀚海书院的黑白长衫，剑眉星目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苏然略有诧异，他见此人有些眼熟，仿佛曾在哪见过一般。苏然的目光太过直白，那人一下便注意到了他，其目光瞬间变得冰冷起来。袭杀同门，偷盗宝库，背叛师门的孽障，宗门苦寻你许久，原来你竟在此。闻言，场内众人瞬间哗然。方才苏然还做出雄浑大气的绝世佳作，现在就被人指责成背叛师门的卑劣之辈，当即就有人想鸣不平。苏然方才所作诗句，可见其志向高远，怎会是这种人呢？但发言的这位乃是青州那位领悟出执笔绘天地的才子，听闻他有浩然正气护身，他怎么可能说谎呢？苏然轻轻眯起眼，总算想起此人是谁。玉清道尊有6名弟子，此人正是其座下3弟子赵兰亭，他乃是千年难见的修炼奇才，天生剑骨，剑心通明。用玉清道尊的话来说，此子乃是天生剑修，终有一日将超越他这个师尊。可惜他恃才傲物，眼高于顶，过于追求功名利禄，导致杂念太多，这才迟迟没有迈入元婴境。因此在去年下
山魔力星星去了。恶来担忧道：“主人，我们暂时打不过他。”显然他生前身为乾元宗外门管事，对于赵兰亭的威名胆怯不已。苏然嗤笑一声：“没出息，他一个冒牌货，你怕什么？就因为他是冒牌货，我才害怕。”赵兰亭此人极其看重功名，万一他被我们揭穿，恼羞成怒要杀人灭口怎么办？苏然气定神闲：“我看他是个好人。”恶来不可置信：“主人，您的脑子是不是？”苏然闻言却并未发怒，他心情甚好地笑道：“我这位曾经的三师兄真乃善人也，知道师妹我还缺一块骨，便迫不及待地跑来奉上了。”现场一片寂静，落在苏然身上的目光褒贬不一，旁人有所顾忌，但谢自清却无法保持冷静，哪怕眼前这人是自己曾经崇拜的楷模，他依旧站了出来：“这位道友无凭无据，为何污蔑他人？”苏道友能在野外凶险之地帮助陌生人，便说明了他心存良善。刚才又做出那等气势磅礴的佳作，心中定然正气长存，怎么会做出那等不耻之事？赵兰亭冷笑：“我与他相识数十载，怎会污蔑他？你说是吗？”五师妹，原来这两人是同门。众人目光落到苏然身上，静待他的回答。苏然语气淡然：“赵兰亭，你讲这些话不心虚吗？”赵兰亭面露嫌恶，还敢狡辩，桩桩件件哪一件冤了你？苏然叹息一声：“你说我袭杀同门，可有证据？”赵兰亭道：“当日你在执法堂持剑斩伤大师兄，还伤了一众同门，此事乾元宗上下都知，这你可认？”苏然平静点头：“我认。”剑锋外库的珍宝一夜间消失不见，可是你的手柄？苏然继续点头：“是。”那你背叛宗门之事还有什么可辩驳的？苏然，你这狼心狗肺的畜生，资质极差，悟性全无，师尊不嫌弃你，反而将你收为亲传，还用丹药把你喂到金丹，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如今你又逃到海州城，是打算再行一遍你那丧心病狂的旧事吗？这话听着无比刺耳，刚刚还热切的众人立刻向周围退开。见众人信服，赵兰亭心中舒畅。他不久前接到宗内传讯，听闻宗内发生了那么多事，当时就气愤不已，没想到今日恰好遇到了苏然。谢自清面上浮现焦急之色：“苏道友，你是否有苦衷？”苏然有些意外地看他一眼，事到如今他居然还信自己。赵兰亭冷声道：“这位道友，你怕是被他蒙了心智，此人奸诈狡猾，最会哄人，你可别着了他的道。”说着，赵兰亭长剑出鞘，剑尖直指苏然门面。“苏然，你现在跪下来朝我认错，我看在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还可带你回宗求师尊宽恕，如若不然，我今日就在这凌渊阁清理门户。”苏然眼底迸发出冰冷的杀意，居然敢拿剑指着他，任何妄图威胁他性命之人都有取死之道。赵兰亭，你为何只说我持剑斩人，不说我为何斩人呢？若非乾元宗欲夺我金丹续他人性命，我岂会逃跑无果后挥剑乱砍？什么挖金丹？这话更是一个大炸弹，所有人都坐不住了。我就觉得他修为不对劲，哪有人是金丹期的体魄炼气期的修为？这手段比之魔修也不遑多让了。魔修至少承认自己不择手段，可乾元宗不仅挖了苏然的金丹，还倒打一耙。此处金丹期的修士不少，加上苏然没有掩饰身上气息，他们自然能看出苏然身上的端倪。赵兰亭也没想到他居然还不知悔改，处处讲话顶撞自己这个师兄。苏然，我看你是不见黄河心不死。